嘿，大家好，我是 Ason。那今天我們就來跟大家開場，跟這個遠古 Meta 英雄啊，對，遠古 Meta 英雄打了這一場比賽。那看到這次這個對手啊，大家也知道是雷字了，就是這次的洪吉童啊，對，洪吉童這個英雄。其實洪吉童這個英雄啊，自從推出之後，我相信在很多伺服器都成為了一段不短時間的 meta， 甚至有些伺服器啊，到現在還是 meta。那例如說，應該是印尼服吧，印尼服反正啊，以前我不知道，但起碼現在它也是個大的 meta 之一。就是其實很多人啊都在用這個洪吉童來打機場也好，什麼團戰也好，也是看到很多洪吉童了。那韓服的話更加不用說，因為據我所知啊，韓服在推出洪吉童的時候，因為當時這個遊戲還有一些國際的比賽嘛，那我記得啊，那個場景是洪吉童一推出，然後全那個韓國的隊伍都是3個都是來自洪吉童來打比賽的，所以的話應該是洪吉童也成為過那個韓服的其中一個 meta 之一吧。那現在不知道，但起碼以前是。那台服的話怎麼樣？那因為我是台服玩家，所以的話，據我的記憶回憶啊，那洪吉童好像是只存在過一段很短時間的一個 meta 而已，就是而且他那個 meta 成為時間好像不是一出這英雄就成為 meta， 是一個比較後期一點的時間才成為 meta。那因為我記得當時台服剛出洪吉童的時候，台服的玩家好像還在用那些什麼神鬼戰士、什麼指令角的那些角色，所以的話，洪吉童好像在台服沒有興起一波很大的 meta 潮流啊。據我所記得的話，對，那總而言之啊，其實那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現在啊是看印尼服。那今天啊，就來跟大家開場，跟這個洪吉童遠古 Meta 打的這一場比賽。那已經來到這個第2回合的中階段了，那已經來到技能階段。那技能階段又是我們的熟悉的起手式宙斯 SD 或者是憤怒盔甲。那但是這邊抓到之後，我們就不要放過一個機會，直接用這個黑毛來先 combo 一波，把這個血量啊狠狠的拉下來，然後我們的技能開啟啊，才會變得更加的有這個威力所在啊。OK， 這邊的話被打斷了我的技能，但是他沒有做出一個乘勝追擊啊，因為我剛才那個護士是沒有术士一的，如果他乘勝追擊的話，我是很大機會被他直接一套技能帶走了，但是他沒有這麼做，那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吧。那這邊的話，很明顯他是對於這個狀況沒有一個準備的過程啊，就是他不知道怎麼破這個冰，那導致他又錯失了一個把我抓住的機會啊，所以的話直接讓我這邊反抓起來。那我的頭盔還有，然後 SD 還有，那哎呦這邊都可惜，那但是別怕，我的披風還有啊，所以的話這邊直接用披風把它踢起來，然後給他致命一擊，致命的 combo 啊！那這邊應該是完結了。哎呦，這邊呢，我可能是當時想試一下比較新的一些打法吧。那這邊呢，我可能會再來一次。對，再來到這個第3回合。那第3回合也是一開始先用這個超蟲來跟對手打一波血量交換啊，像其他遊戲一樣，一開始又是那基本功的血量交換先。那這邊把它打下去，先把他血量狠狠的拉一波起来了，因為大家知道，鬥神機場啊，跌下去的話，其實它的跌傷啊非常之高。那其實很大原因就是因為它有個荊棘啊，那再加上那個荊棘會拖長它那個掉落的時間，導致它會在電圈外面的時間拉長了，所以的話它也是會給荊棘跟這個電圈兩邊的夾擊下，那個血量扣得非常之快。那起碼啊是比以前扣的更加之多了。這邊為什麼我會看這個電影模式？因為啊，我想看一下它的那個術士衣上面是什麼紋路，然後我發現它上面是 Hello Kitty， 對，就是比較一個搞笑的情況啊。這邊的話可以再放大一下看，大家可以看到是 Hello Kitty 來的，那不錯，挺搞笑。那這邊的話，直接回來這個比賽裡面，這邊抓到，直接，哎呦，這邊他開了披風，那我們就可以打得比較進取一點。那披風也是啊，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。如果對面開了，你就可以進攻得更加進取。哎呦，這邊的話，這直線的往下墜落了。那因為那個頭盔啊是沒有這個位移的功能的，只有這個原地無敵的功能。那這邊它的披風跟這個頭盔也開了。那對於我來說啊，其實這回啊基本上跟拿下是沒區別的，因為我的技能基本上都沒什麼太
多的開放。那這邊呢，直接用僵屍衣服把它抓住，然後你可以數一下它那個僵屍跳起來的幅度，然後第6下就可以直接扔這個消失的膠囊啊，那像剛才一樣。那這邊的話應該是拿下了。